意大利 cheese 通心粉，还有35年前太空人 DIY 的太空冰淇淋。而现在太空中的饮用水多半是从太空人的尿液回收净化得来。Number 2, right here. I'll show you. But you see it's pretty small, so you have to have pretty good aim, and you be ready to make sure things get let go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it smells a little bit, so I'm closing it up. And that's, of course, for number 2. And this guy right here is for number 1. So they're sort of 2 slightly separate functions, but you can do a little, essentially both by hanging on right here and doing number 1 and number 2. 大部分的水是要靠人体排出来的尿，它们几乎是可以 recycle， 就是说重复使用那个70%的水分，出来的水呢，纯水是比我们陆地上喝的水都又纯又干净。美国的太空饮用水是加碘，俄国人的用的水呢加银，碘浓度太高的话，当然是不好，对眼睛不好啊。银的浓度高的话，人会变紫色。那你的工作是？我们就要测银的浓度跟碘的浓度啊，然后其他重金属啊。担任太空饮食守门人的郭正光，一做就是35个年头，见证了太空食物演化史。随着人类对太空的了解越多，太空 menu 也越来越可口。这个只要剪开来就可以吃。这道是甜酸肉，第一个中国菜变成太空的食谱里面的呢，就是这道菜，猪肉，糖醋肉，汁很多。哇，所以在太空可以吃到这个。原本是美国陆军的补给包，经过低能量放射杀菌，糖醋肉可以在太空放上2年。那我们就试试看太空食物。其实还不错哎，还不错，对啊，对，其实跟地球的食物差不多。你是第一个吃到太空糖醋肉的人啊！我是第一个吗？的台湾人。哦，真的吗？我是第一个知道太空糖醋肉的台湾人，就跟真的糖醋肉一样。对，就用这种包装的话就是原味。要是每个东西都像这种包装的话呢，会重量会变成很重。送1磅东西用太空梭的话，1磅的东西要1万出头美金，等于要30几万台币耶。所以呢，我们尽量说用这种真空干燥的东西也轻，然后那个吃完以后那个袋子也轻。你说像这个大概半磅，对不对？对。然后那就是可能要5、6千美金，光是送上去的成本。对，应该可以这样说。对。所以这一盘糖醋肉5000美金，还不包括这些材料。但航太领域的台湾之光不只照耀在太空食物上。张启明，电脑工程师，在 NASA Johnson 太空中心任职26年，是正式的美国联邦政府员工。哥哥张黎明，在全球最大国防承包商，也是美国航太技术公司的洛克希德马丁任职，负责撰写太空舱所有控制程式。高华鹏是材料工程师，负责 NASA 太空船的外部结构。而每一次火箭能否成功发射的模拟测试系统，则是郭玲珍擅长的领域。设计太空健身器材，让太空人在无重力状态下骨骼肌肉不至于退化的工程，则是 Emma 黄。一字排开，靠着令人佩服的专业长才，6个台湾人被 NASA 和旗下合作公司网罗。几十年来，在美国所有惊艳世界的太空任务，到现在的登陆火星计划背后，默默贡献一己之力。加入探索太空的行列，对于现今通讯科技和航太应用也产生巨大推力。
上千个人造卫星在地球轨道上运行，提供手机通讯、GPS 导航和准确的气象数据，为人类交流带来无比便利，更让世界真的成为地球村。而从火箭发射到太空船材料，也深入了我们日常生活。那微波炉就是用微波的原理啊，微波原理就是跟这个火箭发射升空有关啊。Honeywell 这个餐具也是，你看现在又好用又轻便，又可以耐热，又可以在瓦斯炉上烧，这个也是火箭重返地球的时候它耐热的陶瓷。阿波罗计划，它就用到很多钛合金，所以像现在我们大家戴的眼镜，很多都是 titanium。很多东西在太空没有重量，会飞来飞去嘛，所以一定要又要把它固定起来，用钉子什么不方便，最好是用 Velcro 啊，一贴上去就行。所以现在你看，所有的鞋子啦、衣服啦，到处都在用。太空科技的副产品充斥在我们生活周遭，一切都源于太空竞赛和太空探索的驱动。因为很多错误观念认为太空投资是浪费，其实不是，因为它有很多科技可以转移到民间，只是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像 GPS 就是一个最方便的东西。我们的大哥大手机怎么来的？他把他的通讯的技术拿一点点出来，就可以变成手机啦。你一个太空船出去，你这些都要有啊。全世界的科技已经走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新的里程碑，或许是 NASA 带给我们的。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太空计划，发明之初都是远在天边的尖端技术。数十年来，无数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打破了国籍疆界，共同将人类的智慧结晶发挥到极致。在一次次的创新试验下，终于一步步拉近我们与星际的距离，也一步步带领我们走向更文明进步的科技生活。欢迎回到《星际拓荒者》，聚焦休斯顿。20世纪初，美国在西德州发现了石油，成为美国重要能量来源。但事实上，地底深层的页岩当中蕴藏更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只是过去苦无开采技术。但德州一个小油商乔治米契却有无比的探索精神，他花费16年，终于研发出新的钻探技术。于是，就在这片牛仔驰骋的德州大草原上，掀起了世界能源的新革命。这就是最著名的 Houston Rodeo 牛仔竞技秀，每年春天会有超过300多名的牛仔在这里进行为期21天的比赛竞技，而在这段期间也会吸引将近300万人次前来朝圣。休斯顿，德州第1大，全美第4大城，身为 NASA 控制中心所在地，官方叫它太空城，也因为每年上演全球最大的牛仔节，被称为牛仔之城。但休斯顿名字本身就是一段独立拓荒史。19世纪，美国进入西部开垦时代，德州却还是墨西哥的领土。在一场脱离统治的战役中，面对墨西哥5000大军强力镇压，德州200名壮士最后在边界要塞阿拉莫守城13天，壮烈牺牲。1个月后，德州将军山姆休斯顿俘虏了墨西哥总统，德州因此独立，成为德克萨斯共和国。阿拉莫战役奠定了德州人脱离墨西哥统治之后独立建国的重要关键，而汲取阿拉莫的经验，更被视为是历史上的神话，因为美国人认为这是在自由意志下勇气和牺牲精神的荣耀象征。德州独立了9年，直到1845年才成为美国的一州。
然而，当休斯顿将军和墨西哥军队长枪短冲、誓死搏斗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片染血的草原100多年后会被密如丛林的炼油塔和储油罐团团包围。1901年，德州发现石油，关键战场成了世界密度最高的石油天然气加工和储存基地，为美国称霸世界提供厚实的能量来源。但就在第一股石油喷出的100年后，新一代的能源革命又从地心窜起。你现在看得到那个塔，就是我们乙烯一厂的分离塔，然后后面那一个是我们的裂解炉。位在西德州的台塑美国石化厂，2002年开始扩大建厂规模，因为一个德州小油商乔治米契花了16年时间研发出关键的水力裂解技术，利用含有沙粒和化学物质的高压水柱打破页岩结理，就像是一个会转弯的钻头，让深藏在页岩层中的天然气和石油都可以开采出来，天然气成本降到难以置信的新低价位，7、8块，降到3、4块，产品在世界的市场竞争力就比较强一点。美国页岩气蕴藏仅次于中国，但开采技术是世界第一。1亿4000万年前的页岩就让美国成了超级油田。We do have a small interest in a shale gas play in Western Australia, but our main focus is in the US. 澳洲石油大亨第一阶段先投资1500万美金，之后还要再加码。全球油商前仆后继，纷纷跨海来美国掏黑金。页岩油革命改变了美国，更改变了世界。We'll become the #1 producer in the world, passing Saudi Arabia. By 2020, we could become a net exporter of oil. 29th floor luxury condominium tower. From $1 million to $6 million. We are completely sold out. Prices increased for about 25% since we started selling. 能源带来的滚滚财富，一世纪来让德州迅速从农牧业为主的穷乡僻壤成为繁华之地。来自墨西哥的地产大亨 Emilio 移民休斯顿已经9年，他为这座城市打造世界潮流的奢华建筑，也为自己一圆美国梦。而每个星期都有1万人像 Emilio 一样，怀抱着拓荒精神搬进德州。There's a culture where you can encourage people and people feel free to be able to take those ideas and make them real. 牛仔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跃马扬鞭，华丽转身。牛仔的时代已经伴着达达的马蹄，飘逝在荒烟的西部草原上。但从旷野、地心到星际，不可能的任务变成新时代的革命与奇迹。我们终于了解那股勤劳、拓荒、冒险的西部牛仔精神，已经在这片土地，在这个星球无声传承。欢迎回到《星际拓荒者》，聚焦休斯顿。今年初，天文学家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利用开普勒空间望远镜，新发现了8颗适合生命存在的行星。而 NASA 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 John Mather 博士，他接受杂志专访时更提到，15年之内会发现一颗类似地球的行星，上面还可能有生命存在。当然，现在要立刻前往这些星球一探究竟还遥不可及，但探索外太空将是人类拓荒疆域的最后目标。配合科技和智慧，我们会一步步走得更实际、
也更遥远。有一天，我们或许就会发现，浩瀚星海中，人类并不孤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舒梦兰，聚焦全世界，我们下次再会。